今天我们来说变化无穷、可比10万精兵的八阵图。故事还要从诸葛亮在夷陵之战中的一次神奇操作开始说起。公元222年是后汉三国发生关键性转折的一年，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请蜀地之兵东征孙吴。起初蜀军势如破竹，但东吴年轻的都督陆逊选择避其锋芒，采取坚守政策，与蜀军相持了近半年之久。待到盛夏已至，陆逊抓住蜀军连营700里树木环绕的致命破绽，点起了一场大火，火烧连营，大败蜀军。兵败的刘备只好仓皇逃往白帝城，陆逊则乘胜追击。陆逊来到夔关时，忽然感到一股冲天的杀气，于是令辛夫人前去探看，回报说江边只有乱石数十堆，并没有看到人马。无奈之下，陆逊只好寻找当地的土著询问缘由。在《三国演义》第84回中，当地土著是这样告诉他的：此处地名鱼复浦，诸葛亮入川之时，驱兵到此，取石排成阵势于沙滩之上，自此常有气如云从内而起。陆逊听了之后不以为然，笑称只是惑人之术，于是只带着数骑随从直入石阵。只见石阵中四面八方皆有门户，似乎并无异样。但是陆逊刚想返回时，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怪石如剑，沙土叠山，江声如战鼓，瞬间无法辨清方向。正当陆逊惊疑不定，走投无路之时，一个老人突然神奇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来人自称是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并说陆逊误入的乃是孔明所布下的八阵图。这八阵图按遁甲8门布置，每时每日变化无穷，可比10万精兵。随后陆逊在老人指引下从深门逃出，得救的陆逊不仅惊叹道：孔明真卧龙也，吾不能及。这段民间流传颇广的神奇故事来自于小说《三国演义》，但在正史《三国志》中却并没有陆逊在鱼复浦被困八阵图的记载。那么问题就来了，变化无穷可比10万精兵的八阵图究竟是小说的凭空演绎，还是真的曾经存在过呢？上个世纪时，在奉节县城以南1公里处，临长江北岸的第1级阶地上，有一块东西长2500米、南北宽800米的砌石沙滩，那里被当地人称为鱼复浦。之所以叫鱼复浦，一则因为这一带曾经是古鱼国的所在，二则因为沙砌的形状酷似鱼的肚子，而这个鱼复浦就是《三国演义》中八阵图困住陆逊的地方。据当地人说，数十年前鱼复浦还残存有一些石堆的遗迹，不过2002年三峡工程蓄水后，鱼复浦沙砌被江水淹没，石堆遗迹也就不复存在了。曾经真实存在的遗迹，让小说中神秘的八阵图不再虚无缥缈，而自魏晋以降诸多史书中关于鱼复浦八阵图的记载，更是让我们有机会一窥这座神秘石阵的全貌。北宋的官方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引用了南朝重要的地理志书《荆州图赋》中一段关于八阵图的记载，原文是这么说的：有南宫南1里，主下平气上，周回480丈，中有诸葛武侯八阵图，据细石为之，各高5尺，广10围，立然齐步，纵横相当，中间相距9尺，正中开南北向，西广5尺，凡64句，或为人所散乱，即为下水所没，东水退，复依然如故。其中所说的永安宫位于奉节老县城范围内，所以所说的南1里主下平气，几乎可以认定就是鱼复浦所在的砌石沙滩。原文说那里环绕一周有480丈，中间有诸葛亮所布的八阵图。八阵图是用细碎的石头堆聚而成的，每一堆石头高5尺，周长10围，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清楚的分布，横排竖排都整齐对应，各堆石头之间相距9尺，正中间开有一条南北向的通道，宽度都是5尺，总共有64座石堆。如果石堆被人为弄散乱了，或者被夏天的洪水淹没冲垮，只要等到冬天水退之后，八阵图又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无独有偶，唐代刘禹锡在《刘宾客家话录》中也说，诸葛亮八阵图在经过巨涛骇浪之后，等到水落江平之时，世间万物都失去了原来的模样，只有诸葛亮八阵图那些小石堆排列聚集，行列分明，依然像从前一样，江水冲刷激荡600-700年，到现在他们依然纹丝不动。宋末的陆游在夔州担任通判期间所留下的入蜀记中也说，每年江涨气上，水数10丈，彼退阵石如故。石头堆成的石阵居然可比10万精兵，已经足够让人惊诧了。更神奇的是，石堆在被破坏之后竟还能自行恢复，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诸君别急，其中的蹊跷我们会在稍后详细说到。24史之一，唐代官修的纪传体史书《晋书》中也记载过东晋时期著名的权臣桓温在伐蜀途中曾在鱼腹平沙之上见到过八阵图石阵。桓温彼时将这种阵法称为长山蛇式，故而后世还流传有一种好似长蛇盘绕着的八阵图，就是起源于此。桓温之后100余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再次对位于奉节的八阵图进行了记载，其中提到了石阵是细石为之，距石成8行，每行之间相距2丈，因此称为八阵。还说到，由于夏天的洪水冲刷涤荡，岁月侵蚀消损，高处的石堆尚且还能剩下2-3尺，低处已经磨灭殆尽了。从记述的口吻和细节来看，似乎是亲眼所见后的记录。不论是南朝的荆州屠父、东晋的桓温，还是北魏的水经注，时间上与后汉的三国相去不远。可见于富普的八阵图遗迹不止一次被古人看到并记载下来，绝非小说的凭空演绎，子虚乌有。综合各种记载来看，所谓的八阵图是一种用小石头堆垒起来的石堆所组成的石阵。石阵有8行，每行8堆，一共64堆。石堆之间的距离有不同的说法，荆州图赋中说是9尺，水经注中说是2丈，所以石阵的规模即使按照后者的说法，也仅仅只有1100个平方左右，面积还不足一个标准足球场的1/6。很难想象，这小小的一座石阵竟然能抵挡千军万马的追击。不知聪明的诸君注意到没有，南朝的荆州图赋与北魏水经注中关于石堆的一处关键记载却截然不同。前面提到过，荆州图赋中说，如果石堆被人为弄散乱，或者被夏天的洪水淹没冲垮，只要等到冬天水退之后，八阵图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而水经注中却说，由于夏天的洪水冲刷，高处的石堆只剩下2-3尺，低处的已经磨灭殆尽了。前者看似魔幻，后者则更像实情。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结果很可能会出乎绝大部分人的意料。八阵图的石堆居然能自己复原，这在现代科学看来简直是无稽之谈。但细究之下，其背后其实另有玄机。于富浦不仅被记载为八阵图石阵的所在，现实中它还是古盐造的遗址。奉节自古产盐是渝东地区古代盐业的发源地之一。在盐镇词典里就曾说到，在奉节县城东南7里之黄坝中，因为紧邻长江，每年5月至11月涨水期间，盐井会被江水淹没。等到水位退下后，盐工们会在那里淘井煮盐，因为那里的卤水中富含硫化氢，所以会散发出浓烈的臭鸡蛋味，故而俗称臭盐气。在前面提到的荆州图赋中也有一段记载，可以印证这个臭盐气与八阵图相去不远。原文的大意是这样的：在八阵图的下方方圆3里左右有一片沙碛，东西长100步，南北宽40步。沙碛上有5口盐泉，过去人们常用木桶汲取盐水制盐，但泉水很快就会被流沙堵塞，这些盐泉冬天涌出，夏天则隐没不见，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每当枯水季节来临时，气坝就会露出，地下盐卤才会从气坝的石缝中冒出来，于是盐工们就开始在这里垒石建造，取卤熬盐。每到熬盐时，在沙洲气坝上的盐造工棚交直排列，星罗棋布，远远看去就很像军营的阵势。盐造是由石头堆砌而成的，数量也非常可观。每当盐工们结束熬盐拆除工棚后，鱼腹浦上就只留下了排列整齐的盐造石堆。过往的船只远远看到时，俨然就是一座蔚然可观的石阵。每当汛期来临时，盐造石堆就会被洪水淹没冲垮，但是等到洪水退去，熬盐时期又到来时，盐工们就会重新筑起盐造石堆。不明就里的江上过客看到后，就把这一场景演绎成了八阵图石阵能自行复原的神迹了。盐造在不同时期的规模可能会不同，据说早期时都是单造，后来为了提高盐产量增加到了4造，这说明盐造的数量是变化的。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荆州图赋和水经注中记载了八阵图规模有比较大的差异。当然，还有研究者将盐造石堆的很多具体特征与记载中的八阵图石堆进行了对比分析，来印证这一观点。比如盐造的高度一般在1米左右，与八阵图石堆的5尺相符，甚至还从煮盐时升腾起的热气，就是《三国演义》里土著口中的常有气如云，从内而起，来推断盐造石堆就是八阵图石堆。由于篇幅原因，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八阵图石堆极有可能是盐造石堆的误传，那么八阵图难道真的只是小说家的演绎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八阵图不仅不是小说的虚构，更是在后汉三国诸葛亮之前就早已存在了。那么八阵图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和流变呢？关注大脸怪，下期视频将继续为您讲述八阵图的故事。